草帽一伙各自撒娇的方式。草帽团这帮人平时打起四皇来一个比一个猛，不过撒起娇来也是一个个老会撒了，而且他们各自撒娇的方式还不一样，看得别人是一愣一愣的。首先草帽团里最会撒娇的无疑就是路飞了。路飞撒娇上来就会用那种蔫蔫的语调、可怜的小表情来博取同情，比如求索隆陪他玩捉迷藏什么的。不管伙伴们吃不吃路飞这一套，看到这样的路飞，最起码是会多少同情一下路飞的。当然，你要是依然不答应路飞的乞求，那路飞下一步就是直接往地上一躺，小腿一拳，小手一缩，小嘴一嘟，就开始在那打滚。面对路飞这种撒娇，正常人根本没辙，因为很难不被他的可爱所迷惑。但请无视这种可爱，直接打一顿就老实了。索隆平时表现的都是硬汉形象，似乎跟撒娇并不沾边，但索隆也会。早在结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对娜美还是很警惕的，但船长喜欢，索隆心情复杂，那能怎么办呢？那就给船长撒个娇吧。ダメだ、血が足り歩けそうもね。索隆还有另一种撒娇方式，在佐屋的时候，路飞跟猫蝮蛇犬兰说山治很强，能抵得上1000人。听到路飞这么夸山治，索隆可不高兴了，在旁边闷闷不乐地说，那自己就能抵得上2000。娜美无奈摸摸索隆的头，这还得说着哄着。虽然索隆表面上波澜不惊，估计心里面一直在说快来哄我，堪称是猛男撒娇了。山治的撒娇方式是草帽团里比较奇特的，很有辨识度，主要是向娜美和罗宾还有其他女生们撒娇。在渔人岛，乔巴开完大后变得虚弱了，被罗宾安排了舒服的吸枕。看到这一幕的山治是连滚带爬的雇佣到罗宾身边，表示自己也用了大招，祈求同款待遇，也是很搞笑了。山治撒娇的时候，腿还会变成波浪腿，整个人变得轻飘飘的，跟随身体非常骚气的律动，再加上对娜美罗宾经典的称呼，所以山治高难度的撒娇方式真学不来。乌索普的撒娇方式通常是把嘴撅起来，嘴巴张得很大，然后露出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有时候还会让身体扭来扭去。这种撒娇方式有没有用不说，起码看起来很容易挨打。而乌索普最爱撒娇的对象就是索隆了。在慈古岛，索隆揭穿了乌索普害怕爬山，背多尔顿也没背动，最后还让索隆给接手了。乌索普就跟索隆撒娇，跟索隆闹，最后无奈只能郁闷的跟着。在阿拉巴斯坦，拉稀百代的乌索普老是缠着索隆让他背自己，索隆直接表示你不要跟我撒娇。在德岛，索隆击败皮卡，化解了危机，受到众人追捧。乌索普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就抱住了索隆，留下了劫后余生的泪水。要说草帽团里男生最会撒娇的是路飞，那女生无疑就是娜美。利用姿色来卖萌，娜美屡试不爽。娜美经常撒娇的对象就是乌索普。在恐怖3帆船，娜美把乌索普带坑里了，事后试图用撒娇来掩盖自己的失误。看我这么可爱就原谅我吧。看到这一幕，哪有人能把持得住？但作为损友，乌索普并不是很吃这一套。不过在小空岛的时候，娜美用这一招把空岛小老头们迷得可是神魂颠倒的。本来小老头们想要赶走娜美，但娜美只是凭借撒娇绝技，不仅让小老头们愧疚不已，还为自己争取到了单人单间、软绵绵的床、泡泡浴、大衣橱等优越的居住环境。要说谁最能体会娜美的撒娇有多管用，无疑是小冯了。在和山治对战的时候，就大大削弱了山治的战斗力。在推进城用这一招硬控汉尼拔，顺利完成解救路飞的计划。乔巴的撒娇呢，一般是身不由己。众所周知，乔巴有着不经夸的体质，一被夸就害羞，一害羞就情不自禁的要跳飘飘舞。只要一夸，2年前的乔巴可以从壮汉形态瞬间变成宠物形态，顺便给你撒个娇。2年后，即便是巨兽形态，也可以给你来个猛兽撒娇。当然，乔巴嘴上一直都会说，就算你这么夸奖我，我也一点都不会高兴了。作为优雅女神的罗宾酱，成熟稳重才主打，怎么可能会撒娇呢？那得看遇到什么情况。罗宾不撒娇则已，一撒娇没人扛得住。第一种情况，看到历史正文，在佐屋听说有历史正文的时候，罗宾的小步伐蹦蹦跳跳就过去了。在历史正文面前，罗宾永远高兴的像个小小女孩。第二种情况，遇到奇奇怪怪的生物，在看到龙之柱的时候，罗宾一路上都在红着脸默默感叹卡哇伊。不得不说，罗宾安静的撒个娇都这么可爱优雅。第三种情况，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打探凯多的情报，罗宾也展示了自己的撒娇绝技。以暗杀作为最拿手技能的罗宾，这也算是必备的业务能力了。罗宾一撒娇，帝王江山也得倒。弗兰奇的撒娇，作为最硬的铁汉，弗兰奇却是草帽团里最容易感动的人。不过他却不想让自己感动的样子示于众人，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哭。弗兰奇因为梅利号哭过，因为草帽一伙之间的情谊哭过，因为布鲁克的经历哭过，还因为罗宾抓了他的二弟哭过。当然，据罗宾说，弗兰奇当时只是因为不想让小弟们看到他因为离别而哭泣，借此来掩盖自己的不舍。这或许也是作为真男人一种独特的撒娇吧。布鲁克的撒娇一般都是植入主题。看到乔巴被娜美罗宾邀请共浴，布鲁克赶忙毛遂自荐。当然也可以说布鲁克压根不会撒娇，没教硬撒，换来的只能是拒之门外。布鲁克经典的看胖子请求，一本正经又绅士的样子，其实这放在布鲁克身上已经算是撒娇了。
要说草帽团里跟撒娇最不沾边的，那肯定就是慎平了。但是跟着草帽团岂能是白混的？从最开始推进城里，期待路飞把自己放出去时的大眼瞪小眼，到现在偷偷吃个肉怕被发现，脸一红赶紧藏在身后。慎平就像是原本不会撒娇的人模仿别人撒娇，有一种不太熟练的局促。慎平表示：“你看我可不可爱就完了。”所以这伙人帅起来的时候是真帅，但撒起娇来也真是各有各的可爱。海贼王草帽下的祖传光环，罗杰的草帽除了代表意志的传承之外，其中还有一种很特殊的 buff， 能白手起家无声生队友。当年身无分文还是街溜子的罗杰找到了雷利，雷利说自己的家不知道被哪个街溜子给烧了，只能住偷来的船上。罗杰赶紧岔开了话题，开始自我介绍。雷利的房子是谁烧的无所谓，反正罗杰最后3言2语成功把雷利坑过来了。准确的说应该是连人带船一起白嫖走，上手一个限定 SSR， 一穷二白打天下。后来就是一时白嫖一时爽，一直白嫖一直爽。家大业大的罗杰遇到了风生水起的白胡子，先是打了3天3夜，白胡子和罗杰也是从群架打成了宴会喝的差不多了，罗杰张嘴就要借走光月玉田，好家伙，上来就要借白胡子的家人，还是2番队队长。对于白胡子来说，不管白嫖谁都不行，但是不知道哪门子的魔力，玉田主动表示想跳槽，只去1年就1年，那没办法，白胡子只好答应。关键是罗杰成功到达最终之岛，成了海贼王，光月玉田也没回到白团，一顿酒喝没了个2番队队长，该说不说有被嫖到。后来继承了草帽的红发，第一个想白嫖的人便是巴基大神。那有着最强霸王色运气的巴基果断拒绝寄人篱下，就因为红发，巴基才创业未半而丢失预算，别说入伙了，以后见面巴基不把红发原地卷死，那就算给红发面子了。然后在西罗布村拉乌索普老爹耶稣布上船，这个过程细节不清楚，但看样子也是软磨硬泡成功白嫖。这还没完，红发后来去白胡子船上劝白胡子追回艾斯的时候，霸气侧漏，人也干倒了，船也怼裂了，就没给白胡子好脸色。当然了，红发来这一趟还给带了家乡的酒，不白嫖点东西不嫌好吧？罗杰白嫖了个2番队队长玉田，那红发张嘴就想要1番队队长马尔科，结果遭到果断拒绝。罗杰香克斯这俩人真绝了，不挑别人，专挑白胡子一人坑，坑别人他俩咳嗽。该说不说，有被坑到。所以说草帽恒久远，白嫖永流传。到了路飞这里更是炉火纯青，上手就一未来世界第1大剑豪，别人都是拿命来换的，唯独10步杀一人转身不认路的索隆是近乎白嫖来的。所以这草帽不仅自带海贼王的意志，还附赠能白手起家乘风破浪的白嫖色霸气，属实666。草帽一伙平时各自工作的繁重程度，在大海上日常航行，一个海贼团需要分工协作，而草帽团根据他们的专长，有着非常清晰的职业定位。其实大家平时都有事情要做，只不过职业不同，给人带来的忙碌感受也就有轻重之分了。当然，如果非要找一个船上平时最闲的，那无疑就是船长最闲了。路飞平时确实不需要干啥活，从路飞奇特的作息上就看得出，路飞平时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要做。不过作为一个海贼团的领头羊，路飞平时需要做一些重大决策，包括确定草帽团的下一个目的地，剩下的自然就交给伙伴们去细化了。路飞则是在战斗中挑最硬的骨头啃，此刻才会体现船长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来看的话，路飞平时的工作虽然不能很具象化，但却是一个海贼团前途和意志的体现。布鲁克比较悠闲，如果看布鲁克的睡眠时间，他只睡5个小时，但是更有可能是老年人睡得比较少。布鲁克平时的工作也不繁重，经常可以看到布鲁克端着他的茶杯在甲板上悠哉悠哉的喝茶。不过作为音乐家，布鲁克当然还是有很具体的工作的，为大家创作经典的旋律，气氛到位的时候演奏一曲，在大家忙碌完1天的工作后，给大家带来欢乐和放松。罗宾游刃有余，罗宾的睡眠作息还是非常健康的，晚上11点睡，早晨6点起。作为考古学家，罗宾平时的工作就看书、养花、陪娜美逛街购物，所以罗宾常常显得安静优雅。不过罗宾每天看书研究的时间还挺长的，经常出现在图书馆、餐厅或者甲板上看书，可能会有些累吧。不过其实工作繁忙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罗宾的身上，毕竟花花果实工作效率无敌，在左屋的时候缝床单，一个人干200个人的工作量也是轻轻松松拿捏。乌索普有点忙，乌索普的作息就有点熬了，夜里1点睡，早晨8点起，所以在战斗中才能大显神威的狙击手。其实乌索普平时也没有很固定的工作，乌索普要做的事情烦但不重，杂活比较多。比如弗兰奇上船之前，乌索普会兼任船匠，修修补补，往后还和弗兰奇一起测试新的发明。桑尼号上有他培育的植物丹药需要打理。作为狙击手，乌索普有时候也会担任瞭望手的工作，也会偶尔分担一下下水捞人的工作，还有就是经常钓鱼给山治当食材。不管在梅利号上还是桑尼号上，都有一个乌索普工厂，是乌索普专门搞他那稀奇古怪的发明用的。平时乌索普很多时候就待在这里，所以乌索普干的活确实挺杂的，但每一样都不算重。乔巴通常挺忙的，乔巴是草帽团里一口气睡得最多的，从晚上9点一直睡到早晨7点，虽然睡得很多，不过乔巴属于特别刻苦努力的，经常看到他在勤奋的工作，研制一些新的药物、新的配方。草帽一伙有几个人还是比较奇葩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生病，这倒也减轻了乔巴的一些工作量。不过奈何草帽一伙打架受伤的时候比较多，这个时候乔巴的作用就很重要了。为什么每次草帽团战斗完很快就活蹦乱跳了？一个好厨师，一个好医生不可或缺，而且乔巴有时候也会给友军治疗，此时乔巴的工作量就会激增。慎平比较专注，作为最好的舵手，草帽团以后开船的事儿就全权拜托慎平了。这份工作其实还需要很大的精力和专注度的，好在娜美和弗兰奇的协助下，慎平也不会太疲惫。当然慎平还有另一份工作，那就是草帽团捞尸大队队长。以前都是索隆带头捞，现在这已经到了慎平的专业领域了。一个海流过肩摔，你们只管钓，捞不上来算我输。弗兰奇会很忙，弗兰奇夜里1点睡，9点起，
虽然现在盛平担任了舵手，不过弗兰奇作为船将，平时检查维护船只、修修补补、填装能源，甚至细到桑尼号上的秋千也需要检查。这么一艘大船，工作量也不会少。桑尼号之所以能一直驰骋，弗兰奇的工作非常重要。弗兰奇也会搞一些发明，这些工作也相当耗时耗力。索隆会很累，索隆的作息完全就修仙，凌晨4点睡到早晨7点，身体那真好。索隆经常要在健身房里锻炼到深夜，并坚持守夜站岗，所以索隆白天会在甲板上打瞌睡，并附带疗伤效果。在这种状态下，索隆还需要承担一些出力气的活，何况2年前索隆身上的伤还就没好过。这一路上，索隆也没少干过很多杂活，修船、捞人、洗盘子，当娜美的苦力，照顾乔巴，船上一些大小事务。而且作为实质上的2把手，还得费心尽力的督促船长。工作不仅烦，而且重，还是让索隆睡会儿吧。娜美是一刻都不能松懈，别看娜美的作息也很充足，但这艘船没有娜美一会儿都不行。出渔人岛的时候，只因娜美去洗澡了10分钟，其他人就捅了娄子。平时娜美当然还要负责观测海流天气，掌握航向，绘制海图，精打细算草帽团的各项花销，维持船上秩序，时刻确保这帮人不会把船开进沟里，精神高度紧张。想想就知道娜美每天还是非常忙碌的。而山治才是每天忙得满满当当的。山治早晨5点就起床，半夜12点睡觉，从早餐到夜宵，精心照顾伙伴们的饮食。草帽一伙的食量惊人，尤其是路飞一天要干5顿饭，加上大家的一日3餐，山治做完这顿就得准备下一顿，时不时的给娜美上点饮料点心，再给其他人整点小零食啥的。碰到宴会还得大显身手，饭后收拾桌子、刷碗、洗盘子，上路的时候去购买一堆食材回来。平时山治还是娜美橘子园和厨房冰箱的保安，即便睡觉也会担心路飞会不会偷吃，夜长梦多，赶紧起床。作为主力，战场上还得跟人玩命，这是一会儿也不能歇着。作为伙伴，草帽一伙之间都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他们自然也很喜欢自己的职业。不过要说谁的工作看起来最繁重，山治背地里的辛苦就像他默默的温柔。路飞、索隆、山治的江湖名气。路飞的江湖名气，有句话说得好，没事我是路飞，我要当海贼王，有事我叫蒙奇 D 路飞，有种冲我爷爷来。2年前司法岛后，路飞的名气虽然不小了，但当别人知道路飞是卡普的孙子、龙的儿子后，瞬间就升华了，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有些不可思议。从此路飞在别人的嘴里不光是草帽小子，还多了个卡普的孙子的头衔。草帽小子可以一棒敲死，但卡普的孙子怎么着也得掂量掂量。索隆当年被路飞忽悠上船，但索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无名之辈了，反而在江湖上还小有名气。索隆之前当海贼猎人的时候，已经积攒了不少名气，以至于连当时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科比都知道索隆的大名。后来在海上还遇到了强尼、约瑟夫2个小弟，张嘴一声索隆大哥，让路飞还有些懵逼。在新手村附近有名气，其他地方呢？到了罗格镇，这时候索隆还没有被悬赏，被迫在海军基地打杂的时候，还没待多久，居然很快就被海军认出来了。海贼猎人索隆就是你。当然，索隆做海贼猎人时期跟海军打过交道也很正常，但是进了伟大航路，应该就没什么名气了吧？结果到了阿拉巴斯坦，遇到 Mr. One 的时候，被 Mr. One 一眼就认出来了。海贼猎人索隆就是你，是因为巴洛克工作社几年前曾向索隆发出过入社邀请。但是索隆这个狼面，当时说让我当老大我就加入，这句话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当时老沙的手下不答应，索隆就把那人给杀了。前期草帽团没什么名气的时候，一些人反而听见海贼猎人索隆的名号，基本上多少都有些感触，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名气横跨海军圈、海贼圈、街溜子圈，以至于海贼猎人这个绰号一直都没掉。山治的江湖名气有点特殊，前期一提山治哪来的街溜子，后面文斯莫克山治，原来是三少爷呀，一辆自己的隐形黑，那名气更响了。一方面是文斯莫克家族太有名，主要是海上战士索拉这个漫画在海贼世界里更有名，可以把它看作漫画里的漫画，动漫里的动漫，所以杰尔玛66人尽皆知，尤其是北海的人。山治隐形黑一出，看罗直接爷青回，目不转睛的注视和激情澎湃的解说，看霍金斯和德雷克直接给跪了，难以置信的眼神和语无伦次的感叹。总之，陆索香3人就算摘掉海贼的名号，那也算得上是江湖名气响当当的存在了。草帽团里的偷家王，偷家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敌人眼里的流氓，队友眼里的希望。他们往往先远离主战场，通过隐匿、潜伏、蹲草丛，继而深入敌后搞事情，帮助队友挽回败局。早在阿拉巴斯坦，山治就展示了偷的本领。当时路飞小队加上薇薇一共7个人，其中除了山治、乔巴，其他人都被老沙控制住了，还有个斯摩格充当赠品，一起落入陷阱。危难关头，山治在小花园发现了老沙的户外根据地，并和老沙通讯，不开玩笑的说自己是梅斯特王子，戏耍老沙。在电话里还自编自导了一出自己通话期间被老沙的手下打败的好戏，戏托说已经把梅斯特王子干掉，让老沙来赌场门口领人头，好一个调虎离山，釜底抽薪。然后乔巴冒充梅斯特王子在门口闹事儿，吸引老沙的注意力，因为能多段变身，让抓不住人的老沙很懵逼。而山治在薇薇的带领下偷进了地下室，最终在草帽一伙差点被淹死的情况下，将几个人解救了出来。后来在空岛，路飞被艾尼路打下方舟后，艾尼路乘着方舟往上飞，一方面准备报复社会搞破坏，但让艾尼路万万没想到的是，中途山治乌索普偷上了方舟，山治还破坏了方舟的动力中枢。知道真相的艾尼路气得直接就骂街，
虽然后来是修好了，但是成功拖延了艾尼路的计划，给路飞再次上来锤艾尼路争取了时间。在水之都，前期山治又是单人带线，在路飞他们和陆琪他们初次对决的时候，路飞他们完败，路飞卡在了墙缝里，索隆卡在了烟囱里。娜美、乔巴因为找这俩人，最后还是错过了载着罗宾开往司法岛的海上列车。但在此前，山治又充当了骑兵，早就悠闲的来到了车站。在列车上，山治解救了乌索普和弗兰奇，3个人消灭了列车上大部分守军，从车厢打到车顶，从后面打到前面。不过最后依旧没能在中途救走罗宾。可是山治乌索普向罗宾传达了一个信念，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罗宾牺牲自己拯救伙伴的愿望，而伙伴们一定也会去救他。到了司法岛，山治打败加布拉后，又开始未雨绸缪偷家计划，那就是后来偷进操控室，及时关闭了正义之门。在草帽团撤离时，正义之门关闭，卷起的漩涡阻挡了大批海军的追击，最后成功脱险。2年后，山治的偷家技术已经升华成偷人了。在德雷斯罗萨，山治和紫罗兰卿卿我我，虽然前面一直都是被紫罗兰玩弄感情，不过最后山治用骑士道精神感化了紫罗兰，不仅收获了重要情报，还间接把他拉进了自己阵营。虽然紫罗兰公主和明哥并不是两情相悦的那种爱情，但是山治这一波偷人的操作，怎么看明哥这一身粉红装扮也是有点冒绿光。海贼王里的那些区别对待，在草帽团的日常生活中，在娜美面前，船上只有2类人，一类是罗宾本人，另一类是除罗宾之外的导弹组。所以娜美爆锤草帽团除罗宾以外的任何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至于慎平之后会不会挨揍，还有待观察。反而是没见过娜美锤罗宾，最多就是向罗宾抱怨几句。因为众所周知，平时路飞他们经常一起作啊、皮、风、浪、吵、睡、吃、闹、打、捣蛋，所以作为草帽团的生活管家，对待3天不打上船接瓦的除罗宾之外的这类人，只能是和以铁器，唯有铁拳。说到铁拳，那不得不说到卡普。其实卡普老爷子在大多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别管是亲孙子、干孙子，还是中途混进来的小街溜子，那都是一律爱之铁拳伺候着。在战场上，一拳锤飞巴吉斯，也能一拳把马尔科锤懵逼，让人琢磨不透卡普的一拳的上限究竟在哪儿。但是事实证明，拳头再硬，心都会软。卡普居然被2档路飞一记孝孙拳给打下去了，卡普这操作就把马尔科给整不会了。马尔科心想，还有这么玩的？我被这老头打的都得缠绷带了，就因为不姓蒙奇呗，明显是区别对待呀。紧接着战国也不对劲了，打路飞的时候呢，最多就是把路飞勉强压漏气了，除了变小的副作用，还屁事没有。最初想着啊，战国是智将，实力或许都在脑子里，结果后面战国一人一掌，一个冲击波，把黑胡子全团拍得头破血流，还让他们瞬间丧失反抗之力。这波操作也把黑胡子给整不会了，黑胡子就懵逼了，恨不得举报说，这一下和刚才打路飞那一下，确定是出自一人之手，打路飞怎么不放冲击波呢？腿站酸了，手不能也酸了吧？这不是站在正义的制高点上打假拳吗？当然，要说最会区别对待的，肯定是当属巴托和女帝。打败明哥之后，巴托收集到了草帽团所有人的最新悬赏令，还细致的装饰了起来，并精心为路飞他们讲解赏金变化。其实巴托还收集到了罗的最新悬赏令，只不过把罗的悬赏令当废纸给扔了。而且面对罗和索隆的时候，虽然他2人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巴托只听索隆的。看来巴托属实是真正合格的小迷弟，把区别对待发挥到了极致。女帝也不相上下，在他眼里，全世界只有2类人，一类是路飞本人，一类就是其他人，爱谁谁。路飞饿了，女帝当牛做马，亲力亲为也要喂饱路飞。慎平呢，悄悄吃一个梨，结果被女帝厉声训斥，吃的太多了，吓得慎平还差点被一只梨给噎死。在巴托和女帝这2人面前，路飞也有区别于众人的满级美颜滤镜。海贼王里那些多少有点不靠谱的技能，我有铁块我无敌，海军6世里的铁块不只是一种体术，现在看来还是一种信念。所以在司法岛中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迷惑操作，明明可以闪开，却偏要开出铁块硬扛伤害。要说这铁块能减少伤害，也没看出来比别人伤得轻。明哥连接4档，没过多久就跟贺中将有说有笑，牙都没掉。陆琪用铁块接2档，被路飞突突的差点没爬起来。要不说是 CP9 人均贵于铁块，陆琪是接完3档接2档，严格坚守了 PK 可以输，铁块必须开的信念。有的海军对于铁块的信仰程度已经走火入魔了，见谁都开铁块，在黑腕泽法面前秀铁块，属实牛批。这老哥的体术没准都是当年泽法教给他的。还是这个海军，2年前路飞的橡胶子弹都能把他的铁块给破防。事实证明，对于有些人来说，铁块的防御力还不如一平底锅。还有黄猿的8尺琼勾玉，黄 Sir 近2年又多了个称号，叫残局表演家。就是一到收拾残局时，老黄就带着他的8尺琼勾玉登场。除了顶上战争那比中彩票还难中的大招，在剧场版高高跃起，准备开始燃烧经费，眼看就要把超新星们团灭了，然后被萨博一记火拳给打断了。听到屠魔令取消后，准时打卡下班，绝不放第2次技能。这要搁赤犬，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呀。主要是黄 Sir 收拾泽法的残局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操作呀。
所以老黄的描边神器靠不靠谱，取决于工资到没到位，或者对面是什么人。还有藤虎那招泰山陨石坠，当然这招在藤虎嘴里没名没姓的，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拉下来一颗陨石，而且是无差别中奖，就是藤虎自己都不知道除了砸敌人还会砸到谁。跟藤虎好赌的爱好一样，一切自有定数。这时候藤虎大叔想要赌一局，那就先摇一把骰子，135点会砸到海军比较多，246点会砸到海贼比较多，反正就是一声不吭，一言不合就开大，这谁受得了？就因为这事儿，当时还有士兵跟藤虎诉苦，屠魔令无非就是摇人过来，无差别毁灭一座岛。藤虎大叔堪称是自带陨石版屠魔令的男人，当时在格林比特也是吓得明哥和罗两条腿多少有点不听使唤的抖。明哥和罗也搞不懂藤虎这到底要砸谁，仔细一看，闹了半天，藤虎急了，连自己都砸。六世其二，月部和 T。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制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的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愚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鱼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因无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 但速度并不快，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9 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奇的追杀时，被陆奇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气，洛克斯海贼团是解散后的大事迹。早在罗杰成王之前，有一个集结了年轻白胡子、金狮子、凯多、大妈、银斧、王直、约翰等一众强者的传说级海贼团，其船长洛克斯蒂吉贝克本正向着世界之王的梦想前进。38年前，因为在神之谷袭击了天龙人，再加上团内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被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但当时谁也没想到的是，从洛克斯海贼团里走出来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扬四海的大海贼。那一年，白胡子36岁，虽然有了弦月状的胡子，但还没有人叫他老爹。他的梦想很朴实，就是在茫茫大海上找到一群胜似家人的船员。金狮子不到40岁的年纪，他的梦想却很远大，想要统治世界。两人离开洛克斯海贼团后迅速崛起，短短几年的时间便与40多岁向往自由的罗杰一同成为海上的3大海贼。而大妈离开洛克斯海贼团时30岁，在白胡子、金狮子蓄势崛起的这几年里，他的万国正式挂牌营业了。大妈33岁的时候，斯穆吉出生，18岁时的玲玲就已经当了妈妈，而这是她的第14个子女。此时的佩罗斯、佩罗、卡尔、大福、欧文都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当年大妈向幼年时的他们告别，加入洛克斯海贼团的画面还历历在目。44岁的白胡子到了和之国，那时候他的身边已经有了马尔科、乔兹、比斯塔等后来的队长们了。在这里，他收了光月玉田、视玉田为兄弟。3年后，金狮子和50岁的罗杰爆发了艾特沃尔海战，金狮子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之后老实多了。又过了1年，48岁的白胡子和51岁的罗杰相遇，2个大海贼爆发团战，大战3天3夜，最后把酒言欢。罗杰不卖拐不卖车，稀里糊涂把光月玉田从白胡子手上忽悠走了。第2年，52岁的罗杰到达拉夫德鲁，成为海贼王。也是这一年，凯多入主和之国，和黑炭大蛇一起将和之国变成武器生产国。53岁的罗杰自首被公开处刑，处刑前1周，金狮子单刷卡普战国，被暴锤一顿，关进推进城。处刑那天，15岁的香克斯自立门户，再次出海。从此，罗杰时代落幕，四皇时代渐渐成型。罗杰死后的1年，凯多把27岁的莫利亚虐到心态崩溃。
莫利亚带着龙马等人的大批尸骨和秋水跑路了。3年后，玉田讨伐凯多，将凯多砍伤，但受到凯多的斧烹之刑，最终被杀害。而黑胡子注意到了洛克斯的前车之鉴，洛克斯海贼团成也强者众多，败也强者众多，就像有些小伙伴的神评，黑胡子说我是来找小弟的，不是来找大哥的。所以黑胡子和巴雷特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然后黑胡子秒怂，惹不起。但黑胡子高低还是收了几个推进城6层囚犯，无疑是跟洛克斯有一样的野心，自己的船直接就命名为吉贝克之剑号，自己的驻扎地也是曾经洛克斯所在的蜂巢，还有袁大将亲自不明不白的来合作。下一个能把黑胡子打得叫爹的不知道是谁。总之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黑胡子的处境：危。光月玉田复活的2种假说。第一，模仿说，最有可能的3个伪造者：一，能把画出来的东西变成实体的看十郎；二，能变身的一度狐牛鬼丸；三，能变身的九尾狐戴鹏。其一，黑炭看十郎真实画工很好，曾经画出了一模一样的自己，骗得警卫们他们云里雾里的，后被打成重伤。因为凯多砍下了黑炭大蛇的头颅，看十郎爬起来被迫营业，画出了一个光月玉田，振奋人心，揭竿而起，锄强扶弱干凯多，一波碟中谍的操作后走上了洗白之路，这是一种猜测。其二，牛鬼丸那个身影是光月日和的身影和侧脸，他带着牛鬼丸秘密登上轨道来到这里，狐狸脚下一阵烟雾变换成光月玉田，拯救鼓舞战败重伤的赤鞘九侠，或在战局中死诸葛下退生仲达，让凯多回想起当年被玉田砍伤的心理阴影。但根据神话故事，一度狐只能变一次身，牛鬼丸从僧侣变回狐狸的时候自称已经完成使命了。其三，九尾狐戴鹏，黑胡子他们贯彻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战术，瞒天过海秘密登上轨岛，当然不是为了和其他3皇搓麻将，而是另有企图或者捡漏，如此一来战局又将扩大。不过这个玉田和戴鹏的叉腰动作虽极其相似，但其实玉田本尊也习惯用这种叉腰的动作。第二，穿越说，其一，眼前的玉田就是真玉田。20年前，在玉田被处刑之前，玉田在监狱中和石夫人碰面并拖刀的时候，通过石夫人的能力来到现在。此后，玉田会和路飞他们参加决战，击败凯多，见证和之国开国。然后尾田吃设定，觉醒了或者只能用一次了，时间果实又能挂上倒档了。玉田和大家告别，回到20年前慷慨赴死。玉田又必须舍命救下赤鞘九侠，尤其是警卫们，他正是20年后将路飞等人引向和之国的人。玉田说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后，最后笑着沉入油锅中。其二，石夫人的时间能力有寄托某个时间节点的能力，玉田也是玉田，但不是肉身，而是曾经某个时间点上的一段留存。先在房间里出现的黑影是石夫人，然后开启能力变化出玉田的身影，或许是要传达意义重大的话语或信息，但会很快消失，最后的决战还是交给新时代的人们来掌控。当然还有脑洞大开级别的，那个出现的黑影是艾尼路，耷拉下来的长长的是艾尼路的耳垂，这波操作只能说是很骚了。还有玉田出海期间吃了什么复制果实之类的，要是这样的话，当年下油锅的就是凯多了。虽然猜测很多，不过能推敲的也就几个，模仿和穿越都有 bug， 主要是看尾田怎么圆了。花剑、玉田和鹰眼，由于红发断臂后，鹰眼不再跟红发切磋，每次登场也不会展示真正实力，又挂着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头衔，鹰眼的实力反而越来越遭受质疑。身为世界第一，那就免不了要对比，一方面是对比二刀流剑豪光月玉田的原因，主要是顶上战争鹰眼和比斯塔的短暂对决。首先，花剑比斯塔的实力也很强，30年前就用着2把西洋刀，跟随白胡子南征北战，能和鹰眼多个回合交手不落下风的实力还是有的。鹰眼当时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比斯塔，说明比斯塔在剑术的高手榜单里是能排上号的，而比斯塔则表示能跟世界最强剑豪切磋，这是剑士的本能，也感到荣幸。这明显比斯塔话里更多的是崇敬，而鹰眼是欣赏。但是在花剑生命卡上有这么一句，其剑术和鹰眼不相上下。如果要这么说的话，但凡是个剑术高手都能和鹰眼不相上下，红发的面子没了，世界最强剑豪的面子也没了。不过再看和鹰眼实力不相上下的下一句，在这场战斗中双方的刀都没有砍中对方，要是只是因为2人打了一阵太极未分胜负就断定实力相当，这就有点草率了。相比于比斯塔来阻挡鹰眼，当时鹰眼显然是没把心思放在和花剑 PK 上，象征性的比划了几下。鹰眼当年是为了追克里克，从伟大航路到东海，砍了他50艘船也得跟过来，而这一次他只是为了去追路飞。为了保护路飞，先后慎平、比斯塔、达兹波尼斯轮番上去拦，路飞还用出了8击替罪羊，最后老沙过来才把鹰眼给拦下。后来红发来了，鹰眼算是给个面子就撤了。除了慎平被秒那一段是加戏，但也没人真正能控制住鹰眼。全场从头打到尾，黄猿的衣服微脏，鹰眼的衣服也只是微脏。要说玉田和鹰眼的实力，出海前的玉田跟白胡子干了一架，后来被罗杰一招神臂击飞，只能说玉田那时候的实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虽然特效很唬人，但和罗杰、白胡子这样的强者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回到和之国后才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但那个时候的实力和武器依旧没有达到他的上限。如果玉田还活着，但是也没有如果，对比鹰眼现在的实力和刚出海时的玉田，显然鹰眼会强很多。
设定上的东西，这么多年以来，鹰眼是唯一一个剑术方面有第一头衔的人，鹰眼的实力也是公认的。那孤傲的性格，老凡尔赛了，随身挂着小刀虐菜，不遇到真正与之匹敌的对手，他也不会展露真正的实力。6个皇团各自的王牌干部，每个皇团团长都有自己的几个最能打的塔尖干部，一般起步都是1皇3将的牌面。大妈的牌面那就是将星了。说起将星，真的是一言难尽，整个将星组的脸面全靠卡尔一个人在支撑。前后4个将星按赏金从低到高，斯纳格开局被超新星给虐掉线了，被踢出群聊；克利亚开局5分钟在自家门口被打回自家门口；斯穆奇全场梦游，万国篇划水，这一次跟大妈来和之国了，本以为要展示才艺了，没想到目前来看，这不就是换个地方划水吗？只有卡尔在撑着将星的面子，现在在乖乖守家，当然他也是大妈手下最靠谱的牌面。白胡子海贼团16个队长们都很能打，其中不死鸟马尔科、火拳艾斯、钻石乔兹、花剑比斯塔这4个的实力都展示的比较清晰，实力在队长里也属于第一梯队。在和之国，马尔科不负众望，和晋、奎因俩皇团精英交手，以1敌2，不仅有来有回，还一度占据了明显优势。虽然无法支撑太久，但不得不说，小马哥这波真的太帅了。2番队队长艾斯，对于年纪轻轻的艾斯来说，当时艾斯的实力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他能活着，前途必定不可估量。3队队长乔兹是撞谁难受，不流点血就是不给面子了。老沙和青雉这俩人都被怼懵逼过。5队队长花剑和鹰眼能打得有来有回。其实白团这个精英组挺强，有回血消耗的，有打范围伤害的，有主防御和突进的，有剑技精湛的，还挺全面。但现在只是一个残团，白团的命运是令人惋惜。凯多的王牌干部手下的3灾，炎灾晋、异灾奎因、旱灾杰克，不管目前3灾所展示的实力有没有达到预期，但他3个在胆识方面一个个都是艺高人胆大。晋一脚踢翻大妈的船，导致大妈落水失忆。奎因在大妈面前护食，又意外唤醒了大妈的记忆。这哥俩配合的是真不错。杰克更是废话不用多说了，一句话把船靠过去就行了。但这哥仨都有动物系果实一大特点，扛揍，都觉醒了那就更扛揍。红发这边，他手上有几个很能打的，真不好说。毕竟实力最均衡的海贼团也是过于神秘。不过不知从何而起，光头男背上那只猴的人气居然比贝克曼、耶稣布甚至红发都高，这是什么鬼情况？好家伙，不知不觉这猴都快成战力天花板了。黑胡子这边并不是完全按实力划分的位次，前3号船船长分别是格斗冠军巴吉斯、雨之溪流和音乐范奥卡。巴吉斯被萨博给虐过，但看得出来不仅彪，而且特别肉。雨之溪流坊间传闻实力和麦哲伦不分伯仲。范奥卡他在加亚岛展示过一次枪法，挂着倍镜在常人视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连着打下来3只海鸥，让乌索普暗暗佩服。后来还敢和耶稣布对枪，这哥们儿的势力、装备、枪械和意识都是顶级。那黑团其他人还没有明确展示过实力，但黑胡子他们能击败马尔科率领的白残团，可见从赏金来看，他们目前是被低估的。草帽团其实每个人单独拿出来都能打，2年前3大主力，2年后其实大家各自都有很强的单兵作战能力，而且没有像有些皇团明确划分干部等级、划分王牌干部的意思。慎平加入后，整体实力继续增强，但从站位上可以看出谁是第一梯队。1皇路飞、3将索隆、山治、慎平、海陆空3D立体环绕沉浸式作战的阵容配置，并且伙伴们随意组合也能怼得大妈怀疑人生，所以草帽团这个阵容配置还是很灵活的。见闻色霸气的不同发展方向，在 CP9 人均贵于铁块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铁块这种硬吃伤害的技能，只能说走得比较有骨气一点。可不是谁都能像凯多那样不还手被一堆人捅尽兴了，还能活蹦乱跳。而见闻色霸气这个东西，在战斗中，先不说能把别人怎么样，拥有一个强大的见闻色，即使实力不济，至少也能操作一下。就像路飞第一次亡凯多，正面挨了一棒子，晕死过去。第2次，菲菲知道疼了，所以用了预见未来。第2棒雷鸣八卦依然快到很难躲，但也只是擦破了头皮，没有大碍。俗话说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吗？但俗话又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见闻色不仅分强弱，在察觉、躲避等基础功能上，还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有所长。第一类就是普遍公认的最强见闻色，预见未来方向，代表人物卡尔以及卡尔的学生路飞。和普通见闻色比，可以直接看到未来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敌人的攻防路径也会更清晰。不仅在婚礼上，卡尔可以看到神父开枪射击山治，被山治躲过，在头脑冷静下，他可以随便用这个能力，非常之牛逼。在镜世界里，当时路飞准备在卡尔面前开4档，结果路飞还没说呢，还没变呢，卡尔却先看到了之后路飞的形态。ギアフォース面白そうだな。路飞懵逼了，老哥你别抢词儿啊，我自己他妈都还没说呢。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在这种见闻色的加持下，路飞用遍了各种形态，也拿卡尔没得办法。蛇人形态那种速度快、会反弹、能拐弯的胳膊已经足够难躲了，但卡尔也能从缝里挤出来，和路飞正面决输赢。
可以说卡尔的见闻色无限接近于无敌了。第二类超视距方向，代表人物耶稣布、乌索普、范奥卡。别人感受不到的气息，他们能感受到；别人看不到的距离，他们能看到。乌索普的见闻色在德岛远距离狙击一战封神，他爹耶稣布也是能几十米外射中蚂蚁触角而不伤及其他部位的精准程度。范奥卡也是在视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精准的打下来3只海鸥，并知道其中1只没有被打死。超视距的见闻色对狙击手来说那是如获至宝的东西。第三类聆听心声方向，代表人物以及王妃、藤虎。这种情感型见闻色堪称是真正的读心术。以及王妃可以感受对方的所思所想和内心情绪，借此发表演讲，能让别人产生强烈共鸣，甚至可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和意识，还能轻而易举地感化一个劫匪。他也可以感知泰格内心的巨大悲鸣。以及王妃的这种见闻色无法修炼，和霸王色聆听万物之声类似，属于与生俱来的限定版。藤虎有相似的能力，他眼睛看不到，可他能感受到德岛民众内心没有一丝丝的愤怒，也能清楚一个人的善恶。虽然藤虎能感知情感，但他的见闻色不仅于此，而是更加全面。除了见闻色的基础功能，藤虎还可以感知天上流云的动向和陨石的位置，甚至细如民歌的寄生线都可以轻易察觉得到，范围也特别大。藤虎不靠眼睛当大将，这见闻色当属是最顶级的了。第四类大范围精确定位方向，代表人物艾尼路、艾莎、科比、藤虎。艾尼路单凭心网，也就是普通的见闻色霸气，就是比较一般的那种，不过他配合响雷果实能力，几乎覆盖了整个空岛，用于窃听和降雷，这算是个很特别的开发方式。艾莎则是天生强大的大范围见闻色，在特别远的距离就可以感受到有几个人挂掉了。科比在顶上战争觉醒见闻色霸气，也是可以感受到某个位置的队友一个个倒下。这种见闻色对声音特别敏感，听到特别远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种知道了太多秘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五类神经质方向，代表人物山治。山治也能感知比较远的距离，踢飞狙击手，在水下捞警卫们的身体什么的，而且尤其对女人的声音最为敏感，毕竟见闻色这是刻在他 DNA 里的感知能力。然后就是躲开了卡尔的糖豆，让卡尔直言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就有了山治预判了卡尔预判了山治的预判这么个梗。山治见闻色碾压卡尔那倒不至于，但是山治这种风吹草动瞬间启动敏感而又快的见闻色，就躲个糖豆什么的简直轻而易举，很强就对了。毕竟在人妖岛上的2年提心吊胆也不是白白遭罪的。凯多老师的6节强化补习课。凯多作为必然要被推翻的和之国大反派，但战斗发展到现在，凯多的污点先不说，谁不得先尊称一声凯多老师或者凯多教授，也就有了虚假的师傅雷利，真正的导师凯多这么一个梗。当然基础和巩固一样重要，但就路飞在凯多这里琢磨出来的东西，不得不说排面又大，效率又高。从凯多把鬼岛抬起来，也就是鬼岛屋顶大战前夕，再推到花之都这段时间，现实中1年多，剧情中最多也就不到1个小时。凯多老师好酒，常常喝得东倒西歪，甚至人设崩塌，但思路非常清晰，先教什么后教什么，那是非常清醒。手握一根潜能激发棒，有着点石成金，让人茅塞顿开的魔力，哪里不会点哪里。开学第一课，让学生摆清自己的位置，看着信心爆棚、目无尊长的路飞，确实这网瘾该戒一戒了，一棒子敲得晕死过去，回去反省。下一次面对面就是鬼岛屋顶了。凯多老师的第2课，流鹰实战巩固课。路飞知耻后勇，之前从兵爷那里学会了如何灵活地用出流动的霸气，但也只是拿铁板什么的练过手。鬼岛之上3档夜火手枪，这一拳结结实实的伤到了凯多的一点皮，但确实把凯多打得有点小懵。这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凯老师非常欣慰，流鹰实战课已经过关了。凯多老师第3课，预见未来巩固课。被夜火手枪打趴的凯多很快就站了起来，迅速回了一记雷鸣八卦。和第一次路飞硬吃一棒不一样，路飞知道疼了，也知道躲了，虽然还是被擦破了一点头皮，但是预见未来基本已经接近大成，还被凯多老师口头表扬了一下。之后5个极恶世代正式与双四皇开战，鬼岛屋顶一片混乱。路飞的主要目标依旧是凯多，而凯多如往常一样先被动挨打，他几乎吃满了路飞所有的重拳，也倒下过多次，但就凯多那血条，那只能算是给凯多针灸加捶背。凯多老师第4课，霸残启蒙课。看路飞打爽了，凯多把路飞吹开，行了，歇会儿吧，再教给你个好玩的。凯多变成人兽形态更加灵活，顺势又给了路飞一棒子，路飞躲闪不及，只能应接。此时路飞出现了和挡卡尔时一样的症状，就是拼武装色拼不过，手就会肿疼。可路飞现在已经流鹰大成了，还出现了这种情况。路飞当时就琢磨，凯老师的棒子上绝对还有其他的配方。一个走神，凯多一招降3式引奈落从天而降，路飞晕死过去。其他人替路飞挡了一下凯多，路飞缓缓站起来说道：“吃了你一记潜能激发棒，我明白了，霸王色也是可以用来武装的吧？”凯老师欣慰地笑了。所以路飞从顿悟到掌握霸残需要1天1小时还是1分钟，众所周知他只用了1个分镜。凯多老师都他妈惊了，是我教的太好还是你基础太硬？然后路飞一套霸残组合拳把凯多打到吐血，这次的倒地是足够有含金量的。学会霸残也仅仅是有和凯多一战的资本，1对1辅导开课后还是难以改变被凯多压制的真实处境，很快被打下鬼岛晕死过去。恢复回归后，路飞在4档蛇人、弹力人之间来回切换对付凯多，最终还是被凯多一招威力更强的逃雷八卦打漏气了，晕死过去。凯多老师第5课，果实能力觉醒。凯多的潜能激发棒真的是一棒一奏效，觉醒加5档，800年未觉醒的尼卡形态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凯多也懵逼了，每次一棒子下去都跟拆盲盒一样，这一棒又敲出来个什么玩意儿？然后两人上演了一出汤姆和杰瑞式的战斗。毕竟凯多也想成为喜之郎乔伊波伊，两人的这段打斗也是欢乐至上。可能凯老师也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了，赶紧说点谢幕真理。凯多老师第6课，存在于世间的真理。罗杰并不是果实能力者，果实能力并非成王的必备要素，唯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之上。路飞，你看好了，我就示范这一次。大威德雷鸣八卦，这应该是凯多压箱底的技能之一了，正中路飞，让他打飞上天。但路飞手臂伸长，死死地抓住凯多的胸口，路飞的身体逐渐隐匿在云层中。凯老师说：“快撒手，你这样只会暴露自己的位置。”看到这一幕，不得不说凯老师尽心尽责。都这个时候了，就还在教。此时云层中出现了一个堪比鬼岛的巨大拳头，该做的了断了。凯多老师人已经麻了，但他也毫无保留，倾囊相授了。凯老师棍棒之下出高徒，1棒知耻后勇，2棒巩固流鹰，3棒强化剑文，4棒顿悟霸禅，5棒果实觉醒，6棒铭记真理，三色霸气加果实觉醒加点名主旨，教的真是一应俱全。或许凯多老师的下一棒就是敲响下课铃了。但不管怎么说，路飞要成为海贼王，凯多老师的这1小时的突击课至关重要。在此也对即将下课的凯多老师表达一下真挚的敬意和送别。草帽一伙最像海贼的时候，草帽团一路上可以说是做尽了好事儿。这种非主流海贼团终究是极少数，但是呢，因为环境所迫，他们有时候也会一反常态，成为真正的海贼。第一，恶风的3个刽子手，坐标阿拉巴斯坦，从慈古岛到阿拉巴斯坦海域，经历了5天的航行。期间，路飞把提前分配好的食物串通乌索普、乔巴、卡鲁亚全给偷吃了，包括鱼饵。也是这个时候，山治想买一个带锁的冰箱，不过一只海猫的突然出现，激发了3大主力的杀心，3个人瞬间张牙舞爪，准备大开杀戒，倒是把那只海猫给吓得不轻。但被微微及时阻拦，告诉他们招财猫是一种神圣的生物，不能吃它。后来要穿越沙漠，山治虽然准备了3天的食物，但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中途大伙的行李被欺诈鸟给偷了，继续挨饿。当路飞被一只巨型蜥蜴追的时候，3大主力仿佛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兴奋的第一次用出合体技，凶残的联手打怪，其实只是为了一口吃的。娜美瞬间都开始同情起来那只蜥蜴了。第二，偷黄金的盗贼们坐标空岛。虽说路飞不是贪财之人，但钱能买肉，能修船，能干很多事儿。这么多黄金，路飞看了也迷糊，所以这一次路飞一反常态，叫醒娜美和大家一起去偷黄金。在误认为来赠送黄金柱的空岛居民是来追杀他们的时候，草帽团以为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背着一包包的黄金撒腿狂奔逃离了空岛。第三，趁人之危的打手们，坐标恐怖3维帆船。草帽团众人在对付大奥兹的时候，只是没想到奥兹头上的角插进地下拔不出来了，成为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出气筒。面对这种惊喜的场面，草帽众人集体黑化，全员恶人，上去对奥兹就是一顿不讲武德的群殴。第四，抢衣服的凶恶强盗们，坐标冰火岛极寒之地。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几个人穿着单薄的衣服，从燃烧之地到极寒之地，行踪还暴露了。对面茶胡子带人来围追堵截，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喜出望外。罗宾都被活活冻出恶魔形态了，送上门的免疫不要白不要。茶胡子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悬赏4亿的凶残头目，带着3个宛如要吃人的魔鬼，真海贼看到也怕了。第五，生吃伙伴的恶魔，坐标去万国的途中。乔巴在上船之初，路飞3世并不知道乔巴是个医生，只觉得他是个会变形的驯鹿和储备粮，好玩又能吃，所以这个潜意识在路飞被饿到丧失理智的时候彻底爆发，逮住乔巴就要生吃，还好被娜美阻止。第六，破门而入的西装暴徒。娜美被金狮子囚禁，路飞带人来找金狮子干架。以往也有不少草帽团集体登场的场面，不过强者世界里这种场面还是绝无仅有的。什么叫压迫感？这就是压迫感，倒是更像来查价的黑帮。所以草帽一伙化身真正海贼的前因后果都是足够奇葩的。全员恶人只是暂时的，改变不了平时草帽幼儿园的欢乐本质。海贼王里的霸气体系的演化历程，如果用现在的认知去理解，霸气早在红发救路飞的时候就出现了，霸王色霸气。但显然早期是没有霸气这个概念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神秘力量的用途和细节也没有被定义，直到红发会见白胡子的时候，霸气2字才被正式提出。虽然早期没有霸气这个概念，但这种神秘力量却偶尔出现。第一个阶段，混沌期，路飞索隆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路飞在小花园识破3哥的分身，一脚将真身踢了出来。路飞说是靠直觉。索隆更牛批，一口气觉醒2种神秘力量，也就是见闻色和武装色的苗头。打 Mr. One 的时候，冷静下来后，领悟人刀合一斩铁的力量。到达能感受到万物的呼吸的境界之后，甚至可以准确地感知到自己的刀埋在哪块石头下，最后把刀男给破防了。这种偶然觉醒的感知力和破防能力，早期并没有过多的具体描述。一开始，这种神秘力量只能以这种很模糊的形式偶尔出现，所以霸气外露的老沙显得根本不会霸气，被5档路飞打败。这导致老沙会不会霸气就变成了一个不好填的坑。不过老沙虽然没有展示过传统意义上的霸气，但他会五五开色霸气啊，可以说是最稀有的一种霸气。之后进入第2阶段发展期，见闻色有了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开创性的定义，比如艾尼路的新网，只是空岛不属于蓝海文化圈。经过后来雷利的霸气课程得知，新网是属于见闻色霸气。艾尼路的见闻能力，就算放到现在，某些部分都是非常先进的存在。
艾尼路可以结合自己的响雷果实，让新网达到一个超大范围的感知和窃听。后来 CP9 登场，展示了一种体术，名叫铁块。铁块不仅可以硬化防御，也可以像加布拉一样用铁块拳法进行攻击。虽然铁块不属于霸气，但这有点像后来武装色硬化，所以铁块也被看作是减配版武装色，但还是谦虚了，这明显是减寿版武装色。还有指挥武身、指枪六王枪什么的，虽然没有明确说他们用了霸气，但至少有霸气那味儿了。红发和白胡子那里霸气概念被提出，也是霸王色霸气真正意义上的展示，会伴随迸发出强大的气，震晕小兵或威慑对方。第3阶段完善期，霸气体系的里程碑阶段，顶上战争前后，霸气开始大规模使用，比如3色霸气的女帝，而且他身边一些人也会使用霸气。路飞接连下意识地开出霸王色霸气，雷利划破黄猿的脸，战逃丸隔空打飞路飞，3大将挡住白胡子的震动波，白胡子打3大将的时候也用了霸气，等等等等。之后雷利老师清晰地解释了霸气体系，霸王色、武装色、见闻色3色霸气构成霸气体系，补充了一些基本定义和基本用法，比如霸王色需要天生资质，霸气可以打到自然系能力者的实体，见闻色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第4个阶段成熟期，霸气在继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还在延展更多的用法。见闻色霸气像艾尼路的新网、藤虎的色彩情绪世界、卡尔的短暂预知未来、乌索普的超远定位感知，以及山治的我预判了你预判了我的预判。很多人的见闻色侧重点都不一样，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霸王色一开始很鸡肋，除了震晕小兵，强者根本不会受到很大影响，意义比较虚。霸王色缠绕被定义之后，霸王色的攻击性有了质的飞跃。贵为武皇的路飞一开始被凯多一棒子锤尸战力也不奇怪了。武装色作为最普及最重要的攻防手段，自然完善的更细致。武装色霸气可以分为硬化、缠绕、外放和内部破坏4种技巧。非常精通霸气的人，4种技巧可以同时使用，其中硬化和缠绕很常见，外放是比较高阶的用法。比如3大将抵挡白胡子的震动波，战逃丸的足空独行，冰爷击晕弹开羊驼给付者，充分利用霸气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攻防能力。这种技巧也是路飞非常想学的。虽然武装色霸气在封闭的和之国叫做流鹰，但实际上只有到达这一个阶段的武装色霸气才名副其实的叫做流鹰。在和之国冰爷的指导下，路飞掌握了流鹰。而内部破坏是武装色霸气目前为止最高阶的用法，可见雷利对霸气的精通程度是非常高的，把霸气灌到敌人或物体内部进行破坏，达到穿透和破甲的效果。路飞目前也掌握了这种技巧。总之，霸气体系一路完善成熟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所以前后设定略有矛盾和落差也实属正常。总体来看，填坑和串联的还是比较完美的。六式其二，月步和 T。 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制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的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愚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鱼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因无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 但速度并不快，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9 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奇的追杀时，被陆奇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路飞的多种形态升级历程。前期无挡无霸气的路飞打老沙这样的对手，虽然有主角光环和老沙出场太早，以及尾田都没想花太久这种因素，路飞还是只能从对方的弱点下手，比如往老沙头上泼水，把双手沾满血可以打到老沙，想尽一切办法抓住老沙怕水的属性，就差往老沙头上撒尿了。
要一直这么玩下去，队友全靠白捡 ，PK 只靠找弱点，那可不行。于是路飞的2档、3档诞生了。在打 CP9 布鲁诺时，在主线剧情中第一次开出2档，全身通红，冒出蒸汽，加速血液流动，强化身体强度和速度。再加上路飞掌握了 T 的诀窍，2档路飞只用了几招就虐的布鲁诺只能狼狈的卡进 bug 里喘口气。最后开启害人的铁块，硬扛路飞的2档火箭炮，完美倒地，差点给崩死。没过多久，在打陆奇时，又将3档用于实战，就是往骨头里吹入空气膨胀，使身体一部分巨大化，速度下降，但力量和攻击力大增。陆奇第一次见，所以自信的开铁块，被无情打飞。最后陆奇的最大轮6王枪差点把路飞怼死，但路飞站起来反手2档机关枪，把陆奇的铁块给破防了。虽然3档一招可以轻松干掉一艘军舰，但使用后有副作用，会暂时变小，失去原有的战斗力。但经过2年修炼，2年后使用3档就不会变小了。到了打莫利亚期间，路飞多了一个特殊的形态——梦魇路飞。因为被罗拉等人塞进去100个影子，也不乏有剑术高手，所以梦魇路飞不仅实力大大增强，气质变了，智商高了，还会玩刀，一刀重创了奥兹，还能单臂轻松接住路飞版奥兹的回旋弹，把莫利亚和奥兹虐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梦魇路飞不仅要靠影子，也会有时间上的限制。2年课外辅导期间，路飞上了霸气必修课，开发出了4档，将空气吹入肌肉，再附上武装色，又弹又抗揍，比2、3档强太多的全新版本。目前有3个形态：弹跳人、坦克人和蛇人。弹跳人致敬了陪练小弟们，技能名字以猿王、犀牛、大蛇和狮子命名。弹跳人路飞是攻击和防御兼备，最终用大猿王枪把明哥连人和眼镜一起干废了。第二，4档坦克人的保护形态，防御力最强的一种形态，完全是被克利架差点给撑死而即兴发挥的。加农炮球这一招直接能把克利架从森林弹到蛋糕城，路飞快递，儿子必打。第三，4档蛇人形态，技能也是致敬小弟们，都是以黑曼巴、眼镜王蛇等蛇类命名，速度和机动性以及持续时间最好的一种形态，加上能蛇皮走位的拳头，配合见闻色，才能和卡尔这样的能蛇皮走位的对手打到最后。不过4档用完之后，需要10分钟的霸气恢复时间。那些年路飞给别人起过的外号7步成诗、转身迷路的索隆和奇葩外号张口就来的路飞，俩人有个共同点，擅长起名字。索隆是给自己的招式起炫酷名字，而路飞是给别人起沙雕外号。在第2次遇到巴基的时候，鸡哥表示最起码也是路飞开局遇到的该溜 boss， 让路飞体验过牢狱之灾，让索隆尝过背后捅刀子的滋味。没想到路飞上来就喊了巴基一声马粪，直接就把巴基给喊懵逼了。巴基在汉字的角度上来说，正着读反着读从来没怕过谁。论英语 BUGGY buggy， 那可是唯一一个名字里带 bug 的人，结果被路飞叫成了一坨屎，巴基的心态原地崩溃。同样因为发音相似被路飞抓住把柄的还有卷心菜卡文迪许，因为前半部分发音相似，路飞通常只记别人前半部分的名字，后面就胡拼八凑，拼出来什么是什么。马粪卷心菜的概不负责。除了这些，路飞还要根据特征起外号，经常叫巴基大鼻子或者红鼻子，红鼻子白胡子，红发也得给面子。带颜色的绰号听起来很是牌面，但巴基最讨厌别人调侃他的鼻子，然后2个人就各自亮出祖安身份开始互喷。在渔人岛的时候呢，路飞先是非法入室非法蹦床，吓得本来就胆小的白星公主嗷嗷一顿哭，弄得路飞也是没辙。这么大一只人鱼公主天天以泪洗面，路飞干脆直接就叫白星胆小星，这个外号形象且可爱。在路飞第一次遇到布雷的时候，因为当时布雷是坐在巴姆大王的树干上，再加上僵尸同款肤色和身材，路飞还以为是一根树枝在上面，所以就叫布雷树枝。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事儿，这越叫越来劲，着实是把布雷给叫崩溃了。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这左晃右晃的，最后把布雷自己给晃进去了。还有刚见面没多久的奎因，路飞一高兴叫了他一声气球，可能路飞看到奎因就想到了自己开橡胶气球的样子了。奎因属实也懵逼，老子可是3灾呀，遇到你这极品我也是认栽了。因为在顶上战争，路飞见过明哥一次嘛，虽然没有什么交集，但明哥那粉红大袄子给了路飞深刻印象，而且还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跟老沙玩捉迷藏，所以路飞后来给明哥起了鸟男这么个极其贴合的外号。最后也确实，明哥的象征动物是火烈鸟，一点没毛病。除了特征，还有就是根据人家身上最显眼的东西起外号。第一次见到陆奇的时候，鸽子哈德利一直替陆奇说话，像路飞这种脸盲加不记名的，遇到会说话的鸽子，对路飞来说比换来了3亿贝利还高兴，可能压根儿就是陆奇的腹语，后来干脆直接就叫陆奇养鸽子的。当然还有根据别人发型来起外号的，银狐福克西因为留了一个怪异的冲天中分，因此被路飞叫做分槽头或者屁股头，所以只要福克西戴上假发遮住发型，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女装大佬，路飞就完全认不出来了。还问了一句，你是分槽头的妹妹吗？根据巴托的发型，路飞给巴托起了一个机关头的外号，反正不管叫巴托洛米奥什么外号，这个小迷弟都会激动到心脏砰砰跳。巴托还有个外号叫洛米男，一是因为路飞通常记不住太长的名字，二是洛米男和洛米奥也是个谐音，路飞简直就是谐音梗大师呀。
当然，除了巴托的名字长，当时路飞第一次想叫罗的全名，也是因为名字太长，所以特拉仔、特拉南这个外号也一直成了罗的专属。最绝的当属是小马哥的菠萝头，这个应该是腹黑的罗宾和脑回路奇特的路飞极度默契的成果。当时路飞苦思冥想，也想不到马尔科是谁，只有罗宾在背后默默地说了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然后路飞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菠萝小哥马尔科横空出世。吴老星曾有多次机会抓住草帽团，为什么却没有一次得手？现在为了在弹头岛剿灭草帽团，吴老星虽然全部出动，但颇有星星之火已经燎原的趋势。这就不禁让人感觉世界政府是不是太蠢了，早干嘛去了？毕竟从很早就知道路飞吃了尼卡果实，在草帽团展现出威胁性之前，掐灭这个有燎原之势的火苗不就完了？其实世界政府和海贼同行还真组织了几次针对性围剿，但因为路飞的气运、背景、个人魅力各种原因加持，才成了现在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的局面。首先，路飞真正开始扬名是在打败阿龙后，被老鼠上校添油加醋后，路飞成了东海头号恶人，首次悬赏3000万走入海军的视野。但其实从德岛事件来看，海军和世界政府之间有着明显的信息差。吴老星知道路飞吃了尼卡果实这个秘密，海军中层肯定不知道。按照赏金的级别，路飞也根本不配出现在吴老星的桌面上。毕竟山治悬赏7700万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受到海军的重视。此时的海军本部更不会上报吴老星，自己跺跺脚就能踩死的蚂蚁，又能跑多远呢？就这样错过了扼杀草帽团最佳的时机。也只有极具眼光的斯摩格见识到路飞的魄力后，才下定决心抓住路飞。在草帽团打败老沙集团，捅了天大的篓子后，路飞赏金升至1亿，索隆喜提6000万。此时路飞的影响力才抵达政府高层的视线。虽然吴老星说不能置之不理了，但也没有立刻做出行动，而是先把打败七武海的功劳强加在斯摩格的身上，然后立刻召开补位七武海的会议。此时对吴老星来说，面子比什么都重要。还有赶上红发和白胡子即将会面的节骨眼上，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草帽团推进速度太快，加上吴老星顾虑重重，就这样再次错过剿灭草帽团的最佳时机。所以其实草帽团第一次遇到被剿灭的团灭危机，反而不是来自海军，而是黑胡子海贼团。当时黑胡子为了崛起，已经在寻找够格的猎物献给政府，专门拿着悬赏令来堵草帽团。只不过草帽团借助灵星大叔的帮助，先人一步乘着冲天海流上了公岛，时运、机遇、个人魅力帮了草帽团，缺一不可。不然当时草帽团正面遭遇黑胡子团，凶多吉少。空岛之后，草帽团遇到海军大将，这一次面对绝对实力，草帽团没有任何能逃出升天的时运，三大主力上来就被秒。所以海军一开始对草帽团的威胁反应不大，也没毛病。草帽团此时真的是一群无关紧要的小海贼，但往往事在人为，这个关键之人就是青雉，替海军还了阿拉巴斯坦的人情。加上当时还没有挑明的和卡普的特殊关系，青雉放了草帽团一条生路。满世界找青雉的吴老星稀里糊涂又错过了一个最佳时机。从司法岛开始，其实世界政府已经针对性的给到了压力，毕竟一个海贼团干出了烧毁政府旗帜、践踏司法圣地、夺走尼可罗宾、击败 CP 要员的恶劣行为，世界政府对其发动屠魔令。战后草帽团首次全员悬赏，草帽团就此登上了世界政府的黑名单。之后就开始频繁派出强战力去剿灭草帽团。草帽团在水之都休整，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好巧不巧的来了两个身份特殊的人，青雉和卡普。卡普、路飞、青雉、罗宾、萨乌罗这几个人的关系，吴老星只能去当小丑。最后青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大将的身份确认草帽团从水之都飞走了。在这期间，草帽团还有一次看不见的危机，那就是黑胡子为了七武海的位置，再一次盯上了路飞。只不过艾斯先一步找到了黑胡子，替弟弟挡了一劫。在恐怖3帆船，世界政府又迎来一次消灭草帽团的最佳时机。草帽团击败莫利亚后显露疲态，吴老星抓住机会想要就地抹杀草帽团。熊的一波空气炮是草帽团第一次真正的被团灭，但是索隆提前醒来舍命救全团，而熊又是龙队的干部挚友，世界政府再次成为小丑，错过良机。以为草帽一伙全灭的吴老星自然是没想到路飞接着就会在香波地拳打天龙人，比司法岛更加恶劣，剿灭也是刻不容缓。战逃丸率领多台 PX 加上大将黄猿扫荡香波地，当时哥几个打一台 PX 都要出全力，何况还有一脚一个超新星的黄猿。按理说这一次草帽团依然没有任何契机可以逃脱，但熊又在这里面抬了一手。黄猿社畜的工作态度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哼着哈着交差了。而此时的节点正是海军全力备战顶上战争，世界政府无暇顾及失散的草帽团。之后路飞主动闯入推进城救艾斯，对世界政府来说可谓是天赐良机，但他们没想到推进城这帮看似不可能合作的人却产生了化学反应。艾斯的挚友慎平找白胡子算账了老沙，想逃跑的巴基要保护少主的小伊万，这些人达成了暂时的共同目的，那就是越狱。这支强大的越狱小队一路杀到海军本部，路飞凭借个人魅力，虽然实力不济，却得到大量援助，加上卡普坐镇储刑台，除了赤犬，其他人则是放了整个马林凡多的海。进入2年期间，虽然路飞重回海军本部引起轰动，但世界政府却更关心3大势力的平衡和黑胡子的动向。一是因为吴老星觉得草帽团已经被打散，掀不起风浪，却不知道他们在闷声干大事儿；二是海贼世界里如果想找人，需要本人的指甲做成个生命卡，如果没有，那在茫茫大海上找一个行踪不定的海贼团又谈何容易？只能是人在哪儿，事儿就出在哪儿，事儿出在哪儿，海军就得跟到哪儿，何况还是分散了。而吴老星目前展示的集体传送能力，似乎也需要有人在目标点召唤才行。一开始土星也是坐船来的，种种原因帮助草帽一伙能够蛰伏2年。2年后草帽团复活，世界政府其实是非常意外的，反应非常迟缓，可能是觉得2年杳无音讯的海贼团应该早就完蛋了才对。
所以草帽团进入新世界之前受到的阻碍非常小。在香波地群岛只遇到了战逃丸和 PX， 但完成蜕变的草帽团加上师傅们的帮助，草帽团轻松过关。从愚人岛出来，指针指向3座岛屿。此时世界政府应该在3座岛屿都安排了人。最了解路飞的斯摩格赌路飞一定来雷神岛，但很意外的是，路飞随着电话虫的信号去了指针之外的庞特哈萨德，海军扑了个空。而且这个时候单凭斯摩格早已不是路飞的对手。在这里，路飞和罗组成同盟，目标直指凯撒、明哥、凯多。其实这个时候，路飞就已经有脱缰野马之势，世界政府逐渐失去了主动权。世界政府最后一次比较好的契机就是借着新晋大将童虎前去德岛，将其一网打尽。不过明哥为了掩盖罪行，不留活口，开启鸟笼，切断了与外界的信号，导致世界政府和海军无法及时派出更多战力参与。这恰好也帮了草帽团，童虎就成了岛上事在人为的关键。从一开始准备帮明哥镇压草帽团，到最后越来越欣赏路飞，路飞又帮了世界政府一个大忙，所以童虎在被迫执行赤犬命令时，更是忍不住放水。姗姗来迟的贺中将和战国也是默认了童虎的做法，只留赤犬一人气得够呛。之后草帽团分别卷入了2个4皇的地盘，牵扯的战力太强。这个时候世界政府就已经再无良机单独消灭草帽团，只有和之国最后绿牛在作死的边缘试探了一下，立刻被附近的红发用霸王色劝退。直到现在弹头岛，吴老星加大将都已经摁不住草帽团了。总的来说就是早期世界政府总觉得自己有天兵天将没重视，中期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政府分身乏术没得手，后期卷入了强大势力太多没了机会。而草帽团成长速度也惊人，远看只是夹缝里的枝叶，走近也是参天大树，加上背景和时运上的伏笔，铺垫了一次一次的偶然，等吴老星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傻眼了。路飞5档状态下的10大升级点，路飞每一次挂档都伴随着跨越式的升级更新，而5档作为路飞的最高点，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得到了10世纪加强。这颗拥有神之名的果实的 slogan 就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有着超高的自由度。在这之下，首先就是尼卡形态的核心能力无限复活。没错，解放之谷很 bug 的一点就是只要一直有鼓声，那就可以拥有无限体力。虽然5档很耗体力，也有 CD， 但这就摆明了说5档路飞不会输，玩消耗战谁都玩不起，反正都有解放之谷兜底。第二就是改变地形，虽然路飞的果实已经定义为动物系，但依然保留了超人系觉醒后的同化地形的能力。比如被凯多击中后，路飞可以依靠橡胶地形弹起来，缓冲2次伤害。在弹头岛上用出全新技能橡胶鼹鼠枪攻击陆奇，一拳打向地面，可以让另一端鼓起，让陆奇防不胜防。再有就是将附近的建筑变成弹弓，把自己弹出去攻击对手的新技能橡胶白色火箭。第三，橡胶道人，5档路飞对人发动攻击，会让敌人受到攻击的部位同样橡胶化。即便拥有超强防御的凯多，也会被是有了返璞归真的感觉，更接近普通形态。但是毛发变成了白色，瞳孔变成了红色，兼具可爱和帅气，而且感觉还更聪明了。最后就是技能上的强化，5档路飞很多技能也是从之前技能上强化而来的，比如橡胶元神枪是大元王枪的强化版，橡胶白鞭是橡胶鞭的强化版，橡胶白色印章是橡胶印章的强化版，橡胶白色机关枪是橡胶机关枪的强化版。路飞的技能强化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不知道该怎么升级，就在技能前面加个白色。不过威力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技能都是对抗大将4皇老星的级别。弹头岛上的白色机关枪锤的土星血流满面，加上一手抓一个给拍成酱香饼，土星都感觉不摇人都治不了路飞了，所以就感觉5档状态下的路飞就是接近无敌的。不过黑胡子的暗暗果实可能会对路飞有一定的限制作用，除此之外，单就5档路飞的觉醒之力，后面路飞就算把明狗当球踢都一点不觉得奇怪。海贼王中大佬身上那些常见的低 buff，一些强者一开始都被衬托得非常牛逼，如果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在那种巅峰满状态之下，那可以说当时根本就不会输。所以尾田平衡战力系统确实有一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些强者上各种各样的低 buff 进行合理削弱。首先就是前菜，各种版本的孝子剑，著名的孝子剑就是顶上战争大窝蜘蛛中了离间计捅了白胡子一刀，3米大刀直接贯穿白胡子的腹部。虽然事后白胡子说这一刀小伤而已，从后面白胡子全场扛的伤害来看，确实问题不大。但毕竟是贯穿伤，外加是在白胡子正式介入战场之前，白胡子神情也不太对了，这一刀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状态。在德岛，明哥在和路飞单挑之前，已经和路飞罗进行了一波1打2了。最重要的是，被罗的伽马刀打爆了心脏，自己给自己来了波及时抢救。虽然这一波对明哥的状态有多大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面对4档路飞的时候，一直撑着鸟笼的明哥，体力和身体状态显然有了低 buff， 所以明哥输了也算是输的不是很丢人。凯多开局被四笑九侠捅了一波，对凯多来说，这一波看似是物理穿甲，实则是魔法伤害，还打出了凯多的心魔光月玉田。凯多看着自己的护甲鞋，直呼我他妈不仅出错装备了，这招还附带恐惧效果。当然，为了让路飞变尼卡，凯多身上还有其他的低 buff， 一人拖轨岛7番车轮战，这种体力消耗再年轻也扛不住。蜂巢岛上的卡普为了保护科比被溪流捅了一刀，相比于前几位，卡普确实显得脆了一点。当然也可以说溪流本来就有实力和名刀加持，一刀就给卡普挂上了很明显的低 buff。不过接下来卡普的移速至少没有太大影响，依然可以在和轻视的对战中略占上风。卡普的减役还不止这一刀，还有一帮拖油瓶，这让卡普后面打得很拘束。对于这个级别的大佬而言，被捅一刀说实话不会影响特别大。接下来就是大佬自身的一些低 buff， 一个是缺胳膊少腿，这对实力会造成直接影响。没有锁地的红发，除了少一条胳膊，红发基本上没有什么低 buff。拥有最顶级的霸王色，见闻色已经修炼出见闻杀，拥有一个强的最均衡的海贼团。目前来看，红发虽然断臂，但依然位居4皇。不过谁知道2只手的红发会不会比现在更强呢？
没有左小腿的青雉，在蜂巢岛青雉的反应速度看上去远不如卡普。除了迷茫的心魔也是个底 buff， 左腿上的冰冻一只必然也会影响移速，所以青雉和卡普可以说都不是什么最佳状态。原来现在大佬对决比的并不是实力，而是谁身上的底 buff 多，谁有含金量。青雉是迷茫加断腿，卡普是年龄大挨一刀加拖油瓶，2比3，青雉还是略输一筹。还有没有右臂的袁大将责法和没有双腿的金狮子，这样的话打得过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打不过可以说是底 buff 太多，所以卸胳膊卸腿堪称是平衡战力的一大法宝。然后就是年龄和体力是更致命的底 buff。尾田曾在 SBS 里表示，实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弱，但观感上老年强者在战斗技巧上可能不会衰弱，但体力会。雷利、白胡子、卡普都曾调侃过自己的年龄问题，可以说雷利9输战阵，白胡子有伤在身，卡普扛了一刀，但他们都是打了2下就气喘吁吁的状态，给人的感觉确实是老了，远不及巅峰状态，这跟年龄体力不无关系。所以为了平衡战力，尾田不惜偷偷吃书，年龄永远是这些老年强者摆脱不掉的底 buff。当然以上还不是最狠的底 buff， 有一种减一效果，不管你以前多牛逼，只要沾上了就全部作废，而且只会给你安排一种结局，这个底 buff 就是路飞的剧场版。不管是和卡普战国齐名的袁大将责法，还是和白胡子罗杰争霸的金狮子，不管是黑胡子都不敢收的巴雷特，还是 bug 级果实的乌塔，只要拉进剧场版里当对手，那通通2个小时内解决，无视辉煌经历，无视牛逼属性，就算罗杰来了也得挨俩逼斗。所以原来路飞的剧场版才是最变态的底 buff。索隆用过的那些其他武器，索隆作为3刀流剑士，在战斗中要时刻保持3把刀在线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而且不是万不得已，索隆一般不会换刀。不过索隆一路成长期间，如果细数索隆用过的所有武器，就远远不止手里的名刀了。索隆小时候在道场训练时，一开始用的是竹刀，虽然日复一日的训练，但依然打不过古丽娜。心有不甘的索隆找到了双月更三郎，更三郎送给了索隆2把真刀，让他练练手。更三郎表示这2把是钝刀罢了，以他现在的功力，也只能锻造出这种刀。在被古伊娜击败第2001次后，并达成约定的那个夜晚，索隆用的就这2把刀。更三郎嘴上说是钝刀，但这2把无名刀与河道一文字一起陪伴索隆成长，帮助索隆在大海上闯荡出海贼猎人的名气，一直到海上餐厅挑战鹰眼。这2把刀终究不是什么名刀，被鹰眼一击斩碎。之后短暂的一段时间里，索隆就缺2把刀，只能用1刀流，这让索隆很难受。所以在阿龙乐园，索隆让刀神剑圣把手里的砍刀扔过来，索隆帅气的顺手接住飞来的刀，用出一招3刀流刀狼流。这一招攻守兼备，先是格挡掉小花的6刀流猛攻，随之反击，然后用3刀流龙卷风将其终结。从这里看出，原来索隆用3刀流不仅不拘泥于刀的好坏，也不在乎是什么类型的刀。毕竟索隆就算是用3根拖把，也能用出一招3拖流一地3拖大拖世界的招式。不仅如此，索隆在海军基地还用3拖流秒杀了认出来他的海军。索隆的3刀流无关武器，主打一个手感。在罗格镇这里，索隆终于补上了2把趁手的刀，血走和3代鬼射。3把好刀到齐，索隆就能适应更高强度的战斗。不过还是会有特殊的时候，在阿拉巴斯坦面对超级大屎壳郎推来的巨大粪球，敢去徒手阻挡的必然都是勇士。不过索隆多少还是有点洁癖的，毕竟刀上沾点鼻屎都得封。不想脏了自己刀的索隆急中生智，夺来了敌人的2把弯刀，用出一招2刀流，手起刀落，快刀斩粪球，一气呵成。虽然砍的东西不是很赏心悦目吧，但是索隆这波操作还是很帅的。到了司法岛，意外再次出现，索隆和乌索普靠在了一起。虽然索隆的3把刀齐全，不过这非常影响发挥。于是索隆祭出了名刀鼻兰，这把刀结实耐用，血条厚，耐久度很高，挑衅值拉满。还有一个特殊能力，就是会让对手懵逼或是大笑，从而减弱对方的攻击力。实际上也是，名刀鼻兰格挡住多次攻击，拖住 CP9 2员大将，创下辉煌战绩。血走被羞羞果实毁掉之后，在恐怖山帆船，索隆获得了黑刀秋水。在这期间，索隆还用过2个特制武器，一个就是路飞。司法岛撤退，索隆和山治配合，用出一个橡胶炮台反弹海军的密集炮弹，反倒是打了个海军措手不及。这个武器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就是弗兰奇特制的超重版双截棍，索隆用2把刀插住，配合山治的空军动力踢，用出一招2刀流大剑击，给了魔人奥兹一波重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索隆的河道一文字、3代鬼射、秋水这3把刀的搭配还是非常稳定的。一直到和之国，索隆的登场秀是用了1把小刀。想当年鹰眼的一句“我没有比这更小的刀子了”，一定是让索隆刻骨铭心。索隆拜师鹰眼，要学就学了一点不剩。索隆这也学会了用小刀虐菜了。之后秋水被偷，不巧的是少了1把刀的索隆在这个期间遭遇了基拉，被基拉砍伤的索隆直接夹住了砍进身体里的镰刀。索隆表示好了，装备到位了，别说镰刀，嘴里要是咬根棍儿都行。即兴发挥了一波镰刀流，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一招击败基拉。虽然秋水是和之国国宝，但毕竟是原主赠予索隆的，作为补偿，索隆得到了研磨。当然，索隆以上的其他武器再怎么说也是刀，那没有刀的索隆还能包杀敌如麻吗？索隆表示包的，别忘了我还有无刀流。索隆的无刀流双拳做刀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武器，可卷起强大的气流冲击敌人。无刀流黑绳大龙卷是2年前无刀流龙卷风的升级版，新版是在双臂附着武装色霸气，威力要更强大。另外，印象中索隆很少用脚战斗过，但找一下还是有的。在阿拉巴斯坦，索隆一脚就踢懵好几个敌人。在和福克西比赛的时候，只因山治的一句“剑士没有刀剑，岂不是就是废物”，索隆直接上脚和山治对踢。看这架势，索隆的踢技也不赖嘛。所以直到某一天，通常不用手战斗的山治打开了他的厨具，挂着御厨房的黑刀。索隆看到这一幕，默默脱下了自己的靴子，露出一双无上大黑脚。这俩人也是绝了。海贼王中翻越红土大陆的6种方法，
海贼世界里有一圈和伟大航路十字相交的屏障，宛如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那就是红土大陆。红土大陆将伟大航路分为前半段乐园和后半段新世界，所以翻越红土大陆成了无数海贼进入新世界的必经之路。虽然红土大陆看似不可逾越，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征服。首先，第一个就是系统自带的翻越途径。由于伟大航路两侧都是广阔的无风带，那里栖息着凶猛的海王类，除了海军军舰有贝加朋克的技术支持，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船只以及雷利牛逼的游泳畅游无风带。普通船只无法从四海直接进入伟大航路，要过颠倒山。这里作为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的第一个交汇点，虽然不用费劲巴拉的硬翻，但是有5条湍急河流形成的水道也异常凶险，一不小心就会撞得支离破碎。但是相比其他办法，这种地图福利已经是最优的选择了。伟大航路和红土大陆第二个交汇点，海贼世界的另一端，也就是新世界的入口处，这一端就没什么地图福利了，也就有了第二种也是最卖力的方式——徒手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和通行许可，但又觉得自己体力很牛逼，可以选择这种方式。至今已知能徒手爬上红土大陆的也只有寥寥2人，一个是英雄冒险家费舍尔泰格，爬上马利乔亚，解救了包括女帝在内的众多奴隶，堪称是无法复刻的奇迹。还有一个就是巴索罗米熊，此前熊有能力将自己拍飞，但中途被红土大陆拦下了，所以肉球果实也有壁垒，能把人拍去空岛的熊依然不能翻越红土大陆，熊也只能徒手爬上马利乔亚。可见徒手征服红土大陆并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人，而且就算能爬上去，怎么下来也是个问题。第三种方法是在红港乘坐世界政府的泡泡缆车翻越红土大陆。红港一共有2处，分别位于马利乔亚的前后方，这种泡泡吊龙就像是翻越红土大陆的公交车，有序的交替工作着。所以世界政府阵营一般不需要通过更艰难的方法来往新世界。有趣的是，这种官道虽然主要是给政府、海军和天龙人以及一些王族们使用的，但其实平民也可以使用。在香波地群岛就有很多平民等待政府下达的通关许可，但前提是要提交申请以及花很多的买路钱，还有就是要舍弃船只，到了新世界这一头重新买船出航。不过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最安全，而且高处的风景一定很棒。如果不想徒手爬，也无法乘坐泡泡缆车的话，第4种翻越红土大陆的方法就是靠一些特殊的能力，比如革命军莫里的推果实。之前小伊万在推进城待的地儿5.5层就由莫里挖出来的。在世界会议期间，莫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红土大陆里面，他的能力可以直接从下挖上来。当时一起伴随泡泡缆车上行的还有革命军乌鸦，乌鸦的玫瑰果实可以变换出很多玫瑰乌鸦，可以飞得很高。在德岛，萨博还曾坐着他的乌鸦飞行，非常梦幻。不过乌鸦的玫瑰果实还是个自然系，并不是某种鸟鸟果实。即便一些鸟鸟果实或许反倒飞不上红土大陆，比如新闻王的鸟鸟果实信天翁形态，它本身甚至都不会飞。革命军5大军队长其中2个就展示过有翻越红土大陆进入马利乔亚的能力了。好家伙，革命军现在已经到了在赶路途中来马利乔亚上个厕所都随随便便的地步了。另外，世界会议期间跟着萨博一起闹事的还有林德伯格，他靠科技手段也能飞，可能也具备飞越红土大陆的能力。当然还有艾尼路的方舟，这种能飞月球的工具，飞个红土大陆还不轻轻松松。第5种办法，吉尔玛的蜗牛船。吉尔玛这个国家本身就很独特，并没有固定领土，而是由很多蜗牛船组成的王国。这些蜗牛船也可以拆分出来行动。作为战斗民族，这非常有利于四处征战。蜗牛船最牛逼的就是能翻越红土大陆。鼎盛时期的吉尔玛统治了北海，一个北海已经满足不了胃口。后来山治的北海身份，为什么在东海遇到蛇谱老板？一个蜗牛船完美串联伏笔。第6种方法，从愚人岛进入新世界，其他的方法都是往上走，而这个是往下走。而且其他方法虽然也不少，但限制条件太多，还是不适合大多数人。比如前几种方法似乎都不能带船，就这一点草帽团肯定不干。愚人岛算是可行性最高的渠道，从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钻过红土大陆，必不可少的就依靠镀膜技术。章鱼小八说，镀膜是人类进入愚人岛的唯一手段。好在镀膜的材料，香波地群岛和愚人岛就有很多，前提是找一个好的镀膜师傅。所以大多数人都是走愚人岛进入新世界。虽然整体看下来，翻越红土大陆的方式并不少，但大多都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的途径，有些还仅限特定人群。所以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的巴托真的很牛逼。巴托和他奶奶的含金量还在上升。